嘿，今天玩玩具了嗎？全世界都知道最後會大合體啊，但是不是忘記手臂也要有點東西呢？本集來看看由好微笑出品的樂合體勇氣爆發 DX 爆發巨龍。登場於作品《勇氣爆發棒 Play 棒》，謎樣的外星軍團來襲，讓全世界都陷入了絕境。這時，有一台神秘的強力機器人登場，及時拯救了差點被全滅的主角群。而這台機器人也莫名的對男主角特別的執着啊！就這樣展開了全球巡迴打頭目的激情地球奪回戰。爆發巨龍謎樣的機器人 Play 棒使用了超次元 3D 獵鷹機制作的支援武裝，畢竟是停在航空母艦的格納庫裡面，到底為何有位置給它停，我們就先不要討論。為呼應 Play 棒的召喚來支援，搭載了超級 AI， 因此可以自由的自行行動。不過原作中沒什麼特別亮眼的表現呢。外形是典型的此地無银300兩型的飛行器，這一看就知道是合體部件嘛。不過在真正合體之前都沒有人會說破哦，但至少看起來還真的有一點戰機樣。前方的機頭依照原設定會很小一個，所以本款有新設了一個大型的機頭，並且也要大型機頭才會有底下的起落架哦。後側兩邊的起落架也都有忠實的呈現，輪子雖然都是塑膠，不過至少是真的可以滾動的。樂合體系列的膠感特色，本款也是展現得非常有水準啊！天藍色主色，因為表面是亮面材質，整體感覺膠感就又更上一層樓啦。首先金色的部位使用的塗裝，發射呈現相當的漂亮而且工整，一些排氣口或是槍炮口部分也有做分色的塗裝，而且白色的塗裝部位沒有溢漆或是太薄哦。與 Play 棒合體，首先要先把 Play 棒的面罩換成本款附屬的，主要是底層由白色換成了紅色。Play 棒的肩膀展開，手臂也張開，腳踝的腳勢與後腳跟切齊，背後的推進器往後調整一點。爆發巨龍前段先拆下來，主翼兩側金色部位往前拉，然後將底部解開，把肩膀裝甲拆出來。底部的蓋板向上覆蓋，主翼收納進去，與前段的接點往內收，兩腳分離，內側的接點收起來。爆發巨龍的前段，底部的頭飾先取下，接點收起來，巨大機頭也先拆下來。原本的機頭下方有接點要先翻出來，主炮兩邊拉開，中間的連接件往下90度，整個胸甲往下45度。Play 棒的雙腳與外裝甲結合，後面的蓋板與小腿後側來固定，側邊主翼向內縮，腳底板翻出來，肩膀裝甲綠色透明零件要朝外，與 Play 棒的肩膀裝甲結合，金色部件向內推。胸甲安裝的時候會跟 Play 棒的頭飾有一點互相干涉，說明書是說把頭轉向了，但你直接拆掉面罩安裝會比較直接。裝甲的 C 型扣扣在 Play 棒拉出來的肩膀根部，正後方的連接件則是裝在頸部後側的接點。胸甲蓋下去之後，襠部的接點扣上，兩側腰帶內折，斜方兩塊藍色裝甲往內縮，兩管炮子向外推，然後將炮管給拉出來。Play 棒的面罩裝回去，然後頭盔裝上去，巨大機頭直接裝在後裙甲上就完成啦。勇氣合體棒 Play 棒與爆發巨龍合體的姿態，依照合體機器人的慣例，就是原本會被打壞的機體，在材質不變的情況下，合體之後就會變得無敵啦。另外，雖然是合體機器人，但設定上即使是合體形態，高度其實也只有10公尺，比一般鋼彈還矮啊！也難怪樂合體系列可以有理由把它做這麼小只。雖然設定上不大只啦，但合體起來還是有一定的高度，頭頂高來到了23公分。整隻全塑膠沒有合金，堆疊起來的重量大概就是這麼重。對照原設定，因為是完整變形合體，比例上比起原設定多少還是有一點出入。比較明顯的就是髖部比原設定來得窄，肩膀感覺也比較小。另外，本款有造型用的大型機頭掛在後面，不過並不突兀。原設定因為手臂沒有增加裝甲，所以合體之後就會顯得過短與單薄，因此整體身形就有腿過長的狀況啦。看起來就有點好像是未完成的感覺啊！我當初看原作時也以為後續還會有強化裝備，結果沒有，它就是長這樣。頭部的可動範圍沒有預想的被限縮的太嚴重，雖然兩邊的裝甲跟兩管炮多少都有點影響，但整體來說該有的幅度還是有維持住啦。
軀幹雖然因為外裝甲跟髖部有固定位所以理論上就不可動啦。可是因為裝甲跟上半身的結合就很穩固了，因此可以把髖部的接點給收起來，這樣就能依靠原本 Blade 棒的腰部關節來活動嘍。雖然整體範圍還是降低不少啦，但至少可以些微的腰轉還有向前傾。手臂的可動範圍沒有因為額外裝甲有被限制，因此整體表現跟本來的 Blade 棒範圍幾乎是一致。但這個模具的手臂彎舉上段關節真的很鬆啊。腿部受影響的層面就比較大啦，腿部抬舉範圍被嚴重的干涉，水平抬舉的干涉也變多了。大腿轉動倒是沒什麼差別，不過膝蓋彎曲僅剩原本 Blade 棒的上段關節喲，幅度大概還是有超過90度啦。但因為小腿變長太多了，動作不好看。前腳掌可以活動，但僅限影響造型，真正接地的還是只有一段單方向可動的腳掌。另外 ，Blade 棒的腿部關節因為材質導致過軟的問題，在合體之後腿部重量提升就更明顯啦。還有左膝蓋的關節扣點不緊，也增加了擺動作的難度啊。雙肩的兩管炮可以上下左右轉動，单個外形的干涉不小，而且沒有附屬互動替換件。然後这两管炮並沒有正式的名稱。爆發雙頭槍可以分開單獨握持，堅韌的光束特效是透明零件。都叫雙頭槍了，當然是可以合起來啦，由附屬連接握柄來重現。合體後的武裝並不多哦，不過原本 Blade 棒的爆發斧頭還有爆發劍都還是可以延續來使用。原作並不是什麼驚天巨作，但因為激情四射，因此還是讓人印象深刻。不過也僅是這樣而已，劇情幾乎可以忽略了，大量的玩梗才是這部作品的重點。輕鬆看待的話，還算是有趣了。爆發巨龍打從一開始就注定只是合體配件的配件，雖然單體還是給了個獨立造型，不過沒有什麼特殊的表現，因此本款也算是很還原原作啦，真的就只是為了合體而存在。而合體後，因為造型的影響，整體可動性有顯著的降低。對於本來配件就不多的本款來說，在把玩性上也會比原本的 Blade 棒來得低。另外，關節材質造成的虛位也在合體之後問題被放大啦，玩起來不是很舒服。總之，買了 Blade 棒不買這一款會覺得不完整，但買了之後也不會有什麼滿足感。雖然本系列還出了個語音配件背包，還有地台組。可是從原作到玩具成品的吸引力都相當的有限，就我個人而言是不會購入啦。但宿敵蘇博比亞因為有原創的翅膀合體，所以我還是有收哦。就這樣，記得點讚、訂閱、分享，拜拜。